好，世界杯已經進入到這個階段，下一步阿根廷、法國、西班牙、英格蘭能不能順利的進入4強？今天老 K 稍微盤點一下，然後重點分析明天要進行的法國跟摩洛哥這一場。阿根廷在昨天絕境之中0-2落後的情況下，短短10來分鐘就3-2大逆轉，這引得巴西隊的名宿里瓦爾多也發了社媒。他寫道：多麼強的鬥志，多麼強的求勝欲，多麼精彩的拼搏和全隊的表現，這正是球迷期待在世界杯賽場上看到的東西。說到下雨，在潮濕的環境裡真的像在下雨一樣，多麼偉大的球員，39歲參加自己的第6屆世界杯，他依然展現出對阿根廷球衣同樣的激情，充滿能量，戰鬥哭泣，並且再一次成為決定比賽的人。我是巴西人，我愛我的國家，我也永遠會為我們的國家隊加油。競爭是足球的一部分，但當我看到一場偉大的比賽，以及一支球隊在場上拼盡全力時，我也懂得認可和欣賞。這樣的比賽讓足球變得偉大，也配得上世界杯。祝賀阿根廷取得這個成績。朋友們，世界杯就是這樣，永遠充滿了爭議，這是我最喜歡足球的原因之一。但無論風波多大，一切都將過去。很快我們的注意力将集中到1/4決賽，所以很期待在留言區看見您的評論，也感謝您的點讚、熱推和分享。這裡是老 K 足球新聞，一個有溫度的足球頻道。好，咱們繼續。那麼在昨天世界杯歷史上的第3000個進球產生了，這其中巴西打進了247個球，佔 8.23%， 德國打進了243個球， 8.1%， 阿根廷打進了166個球， 5.53%。隨後依次是法國、意大利、西班牙、英格蘭、荷蘭、烏拉圭、瑞典、匈牙利。所以您也能看到，世界杯的歷史上，葡萄牙队過去是支弱队，在 C 羅之前總共进過3次世界杯，甚至2010年之前還需要踢附加賽，也就有著名的 C 羅和伊布那經典的一戰。世界杯歷史上也經歷過多次改制和擴軍，1998年從24支隊增加到32個，這樣葡萄牙才開始穩定地進入了世界杯正賽。那麼剩下來，本屆世界杯對亞洲區的觀眾來說，就只有阿根廷對瑞士是北京時間早上9點鐘，其他的全都要熬夜凌晨看了。至於阿根廷隊昨天引發的爭議，國際上一共有15位裁判專家，他們的意見匯總起來，對取消埃及那個進球認為判罰正確的有11位，認為錯誤的有4位，而對阿根廷上半場的點球和第3個進球的有效性認為正確的12位，認為錯誤的3位。總的來說，3-2的比分和5個進球，包括被取消的那個球，就像老 K 昨天說的，問題不大，但肯定也有巨大的爭議。就像15位裁判專家，仍然有4個認為取消埃及進球是錯誤的，仍然有3個覺得最後的一個進球，埃及隊應該獲得點球。所以即使是裁判專家，他們的意見也不完全統一。但我倒覺得有爭議，這才是足球，而足球的本質是娛樂，引發巨大的話題性，這也是世界杯本身的魅力之一。足球不像羽毛球、出界或者田徑、長跑有非常明確的黑白界限，強对抗運動中的大量判罰依賴於裁判對於身體接觸程度，還有比賽的情境以及規則精神的綜合判斷。而老 K 看了幾十年的世界杯，沒有哪一屆不充滿爭議。那麼目前世界杯進入8強的球隊，摩洛哥來自非洲，阿根廷來自南美，其他的6支球隊仍然是歐洲。即使這次世界杯在美國舉行，人們也總是幻想歐洲足球的統治能被瓦解。但現在事實出來，8強仍然是歐洲主導。其實擴軍到48個隊，原本最可能受益的是非洲球隊，因為他們的人才分布更廣。非洲球隊從來都不缺整體的厚度，過去只是在世界杯的名額上吃了虧。但這次有10支出線球隊，有9支都進入了淘汰賽，說明非洲隊確實有不少具備競爭力的中游球隊。但現實是，傳統強隊，尤其是歐洲強隊，還沒有被完全取代。而亞洲這一次的進步讓人失望。尤其日本隊，距離他們02年舉辦世界杯首次從小組出線已經24年，但至今沒有贏過一場淘汰賽。日本隊肯定是一支好球队，但也非常不走運，這次32強抽到了巴西，而且在取得領先以後，日本隊有些踢得過於保守了。現在世界杯决出的8強，首先在對4強的預測方面，專業的機構一致認為，上半區法國和西班牙，下半區阿根廷和英格蘭，他們最被看好可以晉級4强。這4支球隊晉級半決賽的概率都超過了 60%。 而在奪冠的賠率方面，現在法國隊穩居頭號熱門，緊隨其後的是西班牙和衛冕冠軍阿根廷，而最大的黑馬可能是挪威，他們已經淘汰了強敵巴西。而在大眾資金和專業資金的分歧方面，
大眾資金有明顯的情懷化和追熱門的特徵，普通公眾的資金大量湧向了擁有梅西的阿根廷和姆巴佩的法國。在 Polymarket 等預測平台上，這兩個隊的累計投注額均高達數千萬美元以上，大眾追捧的隱含勝率往往偏高。而隨着英格蘭擊敗了墨西哥，大眾的情緒也高漲。英格蘭的 20% 成為了近7天以內吸引散戶投注最多的球隊。但在專業資金方面，他們高度的依賴量化模型和基本面進行價值投資對沖風險。早期呢，專業資金是低位建倉了法國和西班牙，隨後穩步的鎖定了利潤或者再做對沖。專業資金會嚴格的考量陣容的深度和對陣的賽程，他們受球星崇拜的影響比較少，所以在淘汰賽階段更傾向於支持陣容均衡並且防守穩健的球隊，例如西班牙。而像挪威這樣的黑馬，專業資金更加關注哈蘭德的狀態和晉級的路線圖，傾向於在單場的淘汰賽中尋找高回報的價值洼地，所以並不是盲目的看衰挪威。老 K 自己的意見，4強肯定是看好法國、西班牙、阿根廷、英格蘭。那麼接下來具體說到明天法國對摩洛哥的比賽。先說結論，老 K 認為法國90分鐘內可以獨贏，最可能的比分2-0或1-0。而這場球在賠率和博彩市場方面，大眾資金和專業的資金同樣存在分歧。大眾資金更加看好法國在小組賽和淘汰賽初期展現出來的恐怖的進攻火力，再加上擁有姆巴佩等等巨星，所以散戶資金一面倒的湧向了法國方向的讓球和獨贏市場。而專業資金呢，預測法國晉級概率高達61%，但是部分的專業資金在謹慎觀望。一方面摩洛哥的防守很頑強，另一方面法國主力球員的傷停的傳聞也讓專業資金在下重注法國大勝的時候有所保留。而大小球方面，初盤開出來法國進球是深盤，資金一開始熱衷於大球，因為法國前幾場比賽的進球率極高，但臨到開賽前，有一部分專業資金的流向發生了微調，水位開始向小球傾斜。這也考慮到了4年前22年世界杯，法國也是2-0戰勝摩洛哥小球。所以考慮到各方面，老 K 給幾種組合的建議。第一個可以選法國獨贏，再加上小球，總進球數少於 3.5 球。第二種組合可以選全場勝，再加大球，全場進球數大於 2.5， 這種風險略高。第三種組合選比分2-0，再搭配姆巴佩可以進球。那麼現在法國隊方面，馬庫斯·圖拉姆已經恢復了訓練，但楚阿梅尼仍然受到了內收肌的影響，能否出戰狀態存疑。摩洛哥這邊，塞巴里由於提早的傷退，他也很可能無法首發，但沙迪·里亞德已經接近復出。這場球戰術對位方面，法國隊主教練德尚會在巴爾克拉和杜埃之間選擇不同的功能。巴爾克拉更加擅長利用對方身後的空間，杜埃則更偏向於盘帶和制造犯規。而奧里塞、登贝萊、姆巴佩這是不可動搖的前場核心。法國的關鍵區域在摩洛哥的右中衛和右後衛身後，以及禁區前沿的內部通道。姆巴佩如果從中路向左側斜插，那哈基米身後和中後衛之間的空檔就會成為法國攻擊的重點。如果摩洛哥右路壓上，法國就更願意讓奧里塞在內部接球以後直接找姆巴佩或者登貝萊。而摩洛哥喜歡控球，但更喜歡大空間。他們最危險的時刻往往是搶下球權後快速的向前打。摩洛哥隊的組織性很強，轉換進攻非常危險，邊路也很有威脅。對他們來說，關鍵區域在法國左路的身後和中場兩線之間。哈基米、布拉辛、烏納西之間，如果能在右側形成連續的配合，就可以攻擊到法國左後衛和左中衛之間的內部。而如果楚阿梅尼缺席，法國中場的保護面積和反搶的質量會下降，這會更加給烏納西轉身推進的空間。所以兩個對位值得看。第一是姆巴佩對上了摩洛哥中後衛的組合，尤其是姆巴佩斜向衝擊後衛身後的能力很強。第二點，烏納西對上法國的後腰，他能不能在壓力下接球轉身突破第一道防守？還有就定位球，法國有奧里塞、登貝萊主罰角球和任意球，姆巴佩是點球的核心。好的，今天咱們聚焦法國隊的中後衛於帕梅卡諾。這一位現在世界最頂級的中後衛，其實小時候他踢的是前鋒。小時候由於他個子就很高，進球非常多，還留着一頭辮子頭，所以街坊鄰居們、小夥伴們都喜歡叫他阿德巴約，也是當時著名的英超阿森納的強力中鋒。2013年，於帕梅卡諾去瓦朗謝納俱樂部試訓，當時主管問他：“哎，小朋友，你踢什麼位置？”於帕梅卡諾自信地說：“除了守門員，我什麼位置都能踢，把我放到哪兒都行。”嘿，
主管聽了覺得這個小孩很有自信嘛，當場就決定簽下他。後來到了法國 U15 國家隊，教練發現他防守天賦驚人，勸他改踢後衛。他為了能上場也毫無怨言地接受了。而鮮為人知的是，於帕梅卡諾從8歲起患有嚴重的口吃，這讓他的童年一度充滿了陰影。由於害怕被同學們嘲笑，他小時候在學校極度的內向，害怕被老師叫上黑板回答問題，常常選擇保持沉默。但奇怪的是，一到賽場上，他發現自己需要通過大喊來指揮防線，所以踢球的時候吶喊的時候，於帕梅卡諾完全不會口吃，是足球讓他找回了自信。後來配合了語言治療師的糾正，以及家裡面4位姐姐的鼓勵，他徹底克服了口吃的障礙。成名以後，甚至專門請過歌劇演員來訓練自己的發音和聲線。這倒不是為了唱歌劇啊，是為了在嘈雜的球場上能夠嗓音更洪亮的指揮防線。於帕梅卡諾小時候在法國厄夫勒的街區，小時候大部分時間都踢那種標誌性的鐵籠球場，所以小時候的5打5高強度對抗，但沒有任何裁判，大家都為了贏球動作都很大。於帕梅卡諾曾經開玩笑說，直到今天他的膝蓋上還留着小時候在水泥地上摔倒摩擦出來的傷疤。由於過分沉迷踢球，每天晚上他媽媽都要爬上窗台大喊，於帕梅卡諾快回家吃飯呀，而他總是回答，媽媽等我5分鐘，再踢5分鐘，就5分鐘。正是這種小時候的鐵籠足球鍛鍊了他恐怖的身體對抗能力。他後來的隊友福斯貝里曾經評價，他是一個誰都不想面對的防守野獸。另外，小時候的於帕梅卡諾就跟現在的隊友鄧貝萊成為了好朋友。他們不僅出生在同一年，還來自同一個小鎮厄夫勒，小時候在同一個街區踢街頭足球長大。2個人又後來一起進入了法國國家隊。而於帕家庭非常龐大，他有4個姐姐和1個弟弟。作為混在姐姐堆裡的男孩，他曾經開玩笑抱怨道，家裡面有4個女人圍着你啊，哪怕到現在都有些讓人艱難呀。尤其是大家坐在一起討論足球的時候，情況就會變得非常複雜。不過正是姐姐們的全力支持，讓他每次受挫或者發揮不佳的時候都能夠迅速走出低谷。現在身高1.86米，於帕是滿身腱子肉，但小時候不是的，那時候他是個小胖子。大概7、8歲的時候，小於帕的體型非常圓潤。當他第一次去當地社区的青訓俱樂部報名的時候，教練看着這個跑起來都要氣喘吁吁、渾身都肉嘟嘟的小男孩，曾經一度懷疑他是不是一塊踢球的料，甚至還委婉地建議他媽媽帶他去試試別的運動。可幸好街頭足球的超高強度成了最好的減肥藥，因為每天都要在水泥地上瘋狂地奔跑，於帕的脂肪迅速轉化為肌肉，短短幾年就從小胖墩兒長成了同齡人中身體最好的那一個。而由於他的家庭也不富裕，父母又要撫養6個孩子，所以每一分錢都必須花在刀刃上。小時候球鞋對他來說是奢侈品，於帕對足球鞋極度痴迷，這是由於他天天都在水泥地還有鐵籠裡踢球，球鞋的磨損速度驚人，經常2、3個星期就踢爛一雙。後來為了讓他懂得珍惜，媽媽下達了死命令，1年只能買2雙球鞋，如果鞋子踢壞了，對不起啊，不管爛成什麼樣子，你自己用膠帶纏起來，你也得接着踢。這個習慣甚至影響了於帕很久，直到進入了正規青訓營以後，他看到俱樂部免費發嶄新的裝備，還會經常小心翼翼把舊鞋擦乾淨收好。那麼作為家裡面的男孩啊，又有4個姐姐，可以想象成長的过程中完全是被姐姐們統治的。4個姐姐都非常喜歡打扮，所以在弟弟還小沒法反抗的時候，於帕就成為了姐姐們天然的人體模特。姐姐們經常會嘗試各種奇奇怪怪的穿搭，給他套上去，然後又拉着他在客廳裡走秀，甚至逼他嘗試各種奇特的髮型，包括他後來標誌性的小辮子頭啊，最初都是姐姐們的傑作。所以到現在，於帕為什麼長大之後在德甲，在法國的更衣室都是一個對衣着穿搭非常講究，甚至他還自認為是法國隊的時尚總監。那麼小時候在街頭，於帕為了讓自己變得更強，和小夥伴們一起發明了許多無厘頭但也極其高效的訓練方法。因為街區的公共場地很有限嘛，他們經常要在狹窄的樓道裡面、小巷子裡面，或者障礙物極多的灌木叢裡面踢球。為了訓練爆發力和敏捷，於帕小時候最喜歡的遊戲不是規規矩矩的傳球，而是和小夥伴們玩極限抓人，就是在極其複雜的街區地形裡面，誰能帶球不被抓到，誰就贏了。這種在混亂中培養出來的超強的身體平衡感，成了他以後在球場上哪怕是最高速度下的对抗，都總能夠穩住重心。後來15歲的於帕離開了家鄉厄夫勒，
獨自前往法國北部的瓦囊謝納青訓學院。剛到那裡，15歲的於帕就因為在生理上已經發育得極其恐怖。當時青訓教練形容他就像一個裝在成年人身體裡的小孩。青訓主管看着這個像鐵塔一樣的黑人小伙子，還以為來了一個少年老成的猛將。結果一開口，由於當時口吃還沒有完全治好，再加上初次離家羞澀嘛，於帕說話是結結巴巴，聲音細小，甚至都不敢抬頭看主管的眼睛。這種非常強大的身體再加上極度內向的性格，形成了反差萌，讓青訓營的教練們對他印象很深刻。而15歲就離家寄宿，對於一個有口吃的孩子來說是巨大的考驗。由於離開了習慣的家庭環境，失去了4個姐姐的照顧，小於帕剛進基地的前幾周就因為極度的孤獨和想家，口吃的症狀嚴重復發。而為了幫助他樹立信心，教練發現他在球場上大喊隊友指揮的時候說話最流利，所以故意在訓練的時候經常將隊長袖標交給他，逼着他衝隊友喊叫。所以後來於帕回憶過，在瓦囊謝納的日子裡，他在場下極度安靜，可到了場上就像個土皇帝一樣，要指揮所有人。也正是這段寄宿生活，逼着他又重新開始了高強度的語言糾正的治療。另外，雖然於帕一開始嘴硬說自己什麼位置都能踢，但剛去還是抱着進球的夢想，總渴望打前鋒。但教練們已經敏銳地看中了他的身體對抗能力，嚴肅地勸他：於帕，你的未來在後防線。這時候於帕為了留下來，只能撓頭，非常憨厚地笑着答應：好吧，教練，只要能讓我上場，你把我放哪兒都行。對了，於帕在家裡的時候雖然備受寵愛，但他從13歲就會在清晨5點起床，幫着媽媽去集市上扛沉重的貨物，擺攤賣美髮用品，母子之間感情極深。可到了學院以後，再也不用早起去集市幫忙了，也不用挨凍了。可習慣了照顧媽媽的於帕反而非常不適應。剛住宿舍的前幾個月，經常因為想念媽媽而睡不着覺，所以經常打電話給家裡面，想家想得不得了。在瓦囊謝納，於帕維持了2年的青訓時光，不僅打磨了防守技術，也很快催熟了他的心智。這讓他在17歲被薩爾茨堡紅牛看中，離開法國的時候，已經擁有了遠超同齡人的堅韌和大心臟。2015年夏天，當時於帕吸引了包括曼聯、阿森納等多家豪門，但最終是德國足球教父朗尼克親自出馬，把他帶到了奧地利的薩爾茨堡紅牛。而剛剛加盟薩爾茨堡，他被租借到衛星球隊列夫林。當時主教練問他擅長踢什麼位置，他為了能獲得出場機會，隱瞞了自己已經定型為中後衛的事實，大言不慚地說：教練，我其實是個防守型中場。結果他還真的就在中場踢了幾個月，但這段經歷反而幫了他的大忙，在高節奏密不透風的中場逼搶訓練，這鍛鍊了他的出球組織能力和狹小空間擺脫的技巧。當他後來重新回到中後衛時，他已經擁有了普通中後衛很少具備的中場指揮官的視野。2017年1月，18歲的於帕正式升級轉會到德甲的萊比錫，在這裡遇到了徹底激活他的伯樂少帥納格爾斯曼。由於於帕在萊比錫的時候專門聘請了一位歌劇演員，這名老師不教他唱歌，而是教他如何運用聲帶和腹部發音，這導致在疫情期間空場舉行的德甲比賽中，全場都能聽到於帕像男高音一樣極具穿透力，對着防線大喊往左移，頂上去。納格爾斯曼對這一點大加讚賞，稱他是防線上的擴音器。2020年歐冠1/4決賽對馬競，21歲的於帕奉獻了教科書級別的表演。他不僅完全凍結了馬競的鋒線，還在防守端完成了100%的搶回球權率，還有100%的過人成功率，頻繁的持球推進到前場策動進攻。這場比賽讓全歐洲都真正見識到了現代全能型中後衛的究極形態，也直接促成後來拜仁慕尼黑砸下了4250萬歐元的解約金將他簽下。在萊比錫，他和法國老鄉科納特組成了德甲最令人聞風喪膽的法國雙中衛。兩個人不僅在場上默契十足，在場下也是時尚的弄潮兒。他們經常在社交媒體上互相點評對方的穿搭。於帕甚至開玩笑地說，他在防守端給科納特查漏補缺，在時尚品味上也要給科納特把關。所以法國隊每一次集訓，球員們抵達克萊楓丹基地的時候，每一個人的穿搭都是歐洲足壇矚目的時裝秀啊。像於帕，像孔德，經常是各種誇張前衛的造型，時常驚豔全場。但與此相比，科納特倒是自成一派，他也喜歡談論時尚，但是更偏愛舒適復古的工裝風或者純色的運動服。現在於帕梅卡諾在2025年已經低調的成婚，他的女友叫悉尼，交往了很久，來自圈外。兩人現在有一個可愛的兒子。
而在他們2025年的婚禮上，當時有件趣事，從小一起長大的鐵哥們鄧貝萊受邀盛裝出席，結果婚禮當天，鄧貝萊穿着一雙非常雅痞西裝革履，而且搭配着墨鏡超帥氣的穿搭，反而在社交媒體上引發了病毒一樣的傳播。球迷們都開玩笑說，鄧貝萊穿得更像是個新郎，差點把於帕梅卡諾的風頭都給蓋過去了。而另一方面，咱們於帕是個護妻狂魔，他非常注重保護家人的隱私，除了在極少數的官方場合會帶着妻子一同穿巴伐利亞傳統的服飾，比如亮相拜仁全隊都要參加的慕尼黑啤酒節。而除此之外，在個人社交媒體上，他幾乎從來不發任何關於妻子的照片，他不希望社交媒體的聚光燈打擾到妻子和兒子的平靜生活。所以接下來這一場法國對摩洛哥，作為後防線上真正的大腿，於帕過去代表法國隊首發的最近34場比賽，球隊只輸了2場，總戰績是26勝6平2負。本賽季他在拜仁已經肉眼可見的極為強悍。前面的比賽可以看到，於帕和薩里巴對付恩西索就像對付小雞仔一樣。自從拜仁慕尼黑孔帕尼執教以來，無論是塔還是於帕的表現都非常出色，尤其是於帕穩定的明顯大幅提升。最後于帕的續約也很大程度因為孔帕尼的存在。所以作為世界頂級的中後衛出身，孔帕尼對法國中後衛於帕的調教確實非常棒。有他在，摩洛哥想過法國這一關難如登天呀。好，非常感謝大家在留言區繼續發表您的評論，感謝您的點讚、熱推和分享，感謝您的訂閱，讓我們明天再見。